大家好，我是大叔。大叔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什么呢？最近是夏天，每天都非常热，所以呢，大叔相信有在喝啤酒的朋友，如果在晚上睡觉前能来一杯冰冰凉凉的啤酒，那有多棒呢？大叔要教大家的就是，没错，我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在家里酿啤酒。你只要知道它的制作过程跟原理，其实一点都不难。那今天就让大叔来教大家如何去制造啤酒吧。没想到你除了会钓鱼，居然还会做啤酒。准备2个主播。温度计。桃太郎酿酒罐。酵母发酵桶。5000cc 量杯桶。矽胶管和抽酒气吸管。单向排气阀。消毒剂和酒精。赶压好的配方麦1包。啤酒花。啤酒酵母。注酒器。冰箱。温度控制器。酒花笼。空啤酒瓶和啤酒瓶盖。压瓶器。制造啤酒呢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需要麦。那这个麦呢，它本身呢有很多的种类啊，还有它有特殊的做法。那我们会称为基础配方麦跟我们特殊调味风味麦。基础麦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它会占你的总麦量是大概到最多的。我们刚讲的特殊的风味麦，它可能就是里面去做添加，主要只是为了增加它的香气跟味道而已。基本上市面上的麦很多品牌，种类可以选择。然后呢，麦呢你也可以单独买麦，然后自己做调配啊，这样的方法也可以。或者是说想像大叔一样，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都有在贩售，像这种帮你调配好的麦的组合，然后也帮你碾压，这样子的话，让我们在煮的话会更方便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调配麦怕风味不是很喜欢，那你可以像大叔一样，我们可以自己买人家调配好的风味，这样子也很方便哦。刚刚讲除了麦以外，其实做啤酒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，麦，麦。第二个呢就是啤酒花。那啤酒花基本上呢，制作啤酒花的人他会帮它采集，然后烘干，然后把它碾制，把它弄成一颗一颗的，然后把它精装成一小包一小包。那这个也有很多风味，基本上这个也是做啤酒不可或缺的原料哦。有了麦，煮出麦汁，然后呢，这个麦汁本身就是像一般的麦汁的味道一样，所以这时候我们添加了啤酒花，让它有啤酒的香气。这时候它只是一个带有啤酒香气的麦汁。最后一个主角就是噔噔，这个我们俗称叫做酵母。那这个酵母呢，是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，将这个没有酒精的状态提升变成有酒精的状态。如果你是和大叔一样买的是人家网络的配方包哦，它里面有帮你碾好的麦，然后它已经调配好了，然后有它的啤酒花，还有酵母。所以通常这种配方包呢，有的厂商很贴心，他会送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告知单。这个告知单会告诉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啤酒，你要如何制作的说明哦，那给大家参考咯。好。在锅子清洗完以后，我们接下来依序加入我们所需要煮的水量。记住哦，你的麦量有多少，会取决你能用多少的水量，所以说明书上面都会告知，依说明书上面所告知的水量来慢慢做添加，然后再来做加热的动作。真的好香哦！好，我们将温度呢烧到70度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火关起来了，慢慢的倒入锅中。
后将它搅拌，让你的麦充分的可以跟这个水去混合在一起。然后记住哦，不要让它结成一块哦，有一块你要把它压散掉，然后把它稍微搅拌一下。这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呢称作糖化。那糖化大概要抓1个小时多左右。那糖化完成了以后，它的水呢已经变成麦汁的颜色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在糖化完成了以后，我们要把上面的麦汁过滤到下面这个煮沸桶。在这个地方呢，用一个筛网，然后来过滤掉一些下来的麦渣。哦，这样子的话更干净。好啦，我们第一阶段糖化算是完成了。那这个过程我们花了1个小时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进入第2阶段，要将它煮沸，然后呢再加入啤酒花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好，那我们在做第2阶段要把它煮沸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会在这个阶段要煮啤酒花，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就是煮啤酒花的那个竹笼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里面。那等一下呢，啤酒花呢，我们就会放在这个里面，然后去烹煮它，然后去烹煮出它的那个啤酒花的香气，跟这个麦汁混合在一起。好啦，我们第2阶段把啤酒花煮进去已经完成了。这个过程我们花了1个小时。我们接下来要把煮好的这个麦汁呢，要倒入我们的玻璃罐。那现在有个重点就是说，你这个玻璃罐呢要提前事先消毒，因为这个过程在高温后的接下来每一个步骤都要完成消毒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然你的啤酒可能会因为没有消毒而感染，那这个啤酒可能就会失败了。那么严重？好啦，我们第2阶段完成咯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啤酒花也煮进麦汁了。这时候你必须得将你的麦汁冷却下来，一直到18度，18度到20度都是酵母工作的环境温度。第3阶段你需要准备一个冰箱，然后还有一个温度控制器，让温度下降到酵母可以工作的环境温度。等温度降达到18度，你才可以投放酵母。这个阶段呢，让酵母活化，然后去吃掉它那个麦汁里面的糖，那完成第3阶段。这个步骤需要2周的时间哦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在昨天投入酵母之后，酵母已经开始就是活化了，然后呢，酵母也开始在工作了。所以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水里面有没有哦，就有那种好像很翻滚的状态。那这时候呢，酵母它的食物呢就是糖，所以它会吃掉我的麦汁里面的糖。这时候呢，它吃完了麦汁以后，它就会产生2氧化碳，跟酒精。基本上2氧化碳呢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密闭式的空间，所以我们的那个发酵桶上面都会凿一个洞，它上面会有一个气阀，这个气阀是单向的。那这个气阀里面的液体呢，有没有看到啵啵啵？如果你的酵母是 OK 的，有在运作的话，这时候你会开始排放大量的2氧化碳，所以这时候从里面往外跑出去，它不可以从外面跑进去，原因就是因为怕会有细菌感染。因为啤酒最怕的就是在你煮沸后的每一个过程，它的每个步骤都要注意小心。如果你有看到这样，就表示你的酵母是很安全、很健康的哦。这个也是，哇，你看那个白色的泡泡好漂亮，这边也一样，正在泡泡泡。看到吗？这次酵母蛮快的呢，放下去的隔一天就已经开始运作成这样子了。通常这个过程我们会有2个礼拜，那大概2个礼拜呢，这个里面的糖也大概都吃完了，所以说这时候你会发现酵母没有糖吃的时候，它就会冬眠，会沉淀下来了，所以整个就会变得很平静。所以这时候表示你的这个过程呢，第3阶段已经完成了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第4个阶段，装瓶的步骤。这个制作啤酒的步骤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大叔会将这个做啤酒的这个影集呢分成2集，上集跟下集。那如果喜欢大叔影片的朋友，千万不要错过做啤酒这个系列的续集哦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